圈吃瓜不迷路，欢迎来到无极六兽 TV 手。今天的主角是韩娱圈的现象级女团少女时代，出道14年，打破了女团生命力不足7年的魔咒，更是在男团制霸的时代杀出一条血路。而如今尽管并未解散，却有着无比令人唏嘘的前尘往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曾经身处无人之巅的传奇女团，为何如今注定意难平，再难重聚首。偶像团体是各个国家娱乐圈的标配，但出于审美和社会需求的差异，每个国家对于偶像团体都有着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在日本，万众瞩目的偶像也是万千平凡职业的一种，他们对于偶像的定义是和粉丝一起成长，因此即使是已经出道的偶像团体，实力也不需要过于突出，毕竟他们的使命只是给大众带来欢乐。而在中国，偶像团体是近2年新兴的概念，出道标准和运营机制尚且不算成熟完善，所以在偶像这个行业存在着不少畸形的现象，很多现役组合的热度与他们的实力其实不相匹配。偶像的诞生更像粉丝的狂欢，粉丝的各种饭圈行为，在不追星的路人眼里看来也是匪夷所思。而近2年由于选秀节目的大热，更是加快了爱豆们更新换代的速度，因此绝大多数的流量爱豆受到国内大环境的影响，最后都会走上演艺的道路，真正坚持唱跳事业的人寥寥无几。相比之下，韩国的造星机制显得成熟许多。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造星大国，每年都会有无数组合出道。大公司的练习生走红的机会比小公司要大得多。在偶像团体的市场中，实力强劲、人气火爆的男团不在少数，可女团的境况却没这么乐观。而少女时代却扭转了这样的局面。巅峰时，他们的成绩力压当时各大当红男团，出道不久就让东家 SM 的股价上涨337%。之所以被称为女帝，少女时代在2代乃至5代女团中，实力地位可以说有目共睹。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从9人到8人，再到如今的5人，少女时代似乎渐渐由一个无可取代的团体，变成了一段传说，一个符号。核心成员 Jessica 宣布退出少女时代后，少女时代的其他成员们也开始了各自的 solo 活动，很久没有再合体登上舞台，这也一度成为 SO1 心目中一大憾事。而在2021年2月，一家韩媒报道称，少女时代将会以完整的9人团体再度展开活动，不排除以参与音乐节目的形式重回舞台。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就引燃网络上的讨论，粉丝们相当期待少女时代的回归。而 SM 公司马上出面辟谣，声称目前对于少女时代的回归活动没有任何安排。短短的一句话，瞬间熄灭了粉丝的热忱。明明同期的2代男团 Super Junior 最近也开始了活动。昔日战绩辉煌的少女时代缘何再难回归？就算我们姑且乐观的相信这支长久以来被赋予强有力号召力的超级女团能够顺利回归，然而即便如此，在如今的偶像市场环境下，少女时代的回归存在着3大隐忧。スマホに夢中。ダンス練習は日常行為。至って和やかに開始を待つ。市场竞争激烈。不仅是中国的偶像市场趋于饱和，韩国偶像行业同样陷入了这样的窘境。如今韩国的偶像市场呈现出来的是断崖式的垄断，小部分的大热团体吃尽红利，而更多的是籍籍无名的小团体随波逐流，最终被时代抛弃。如今的大势男团中，防弹少年团不但在韩国本土有着超高的人气，而且在欧美也有着自己的市场，这是先前韩国偶像团体不曾有过的成绩。对于仍旧在圈内活跃的前辈团，亦或是刚刚开始走红的后辈们，都是不小的敬业压力。假
设少女时代选择此时回归，而却没能回到巅峰时期的高度，甚至被后辈们赶超力压，那么舆论绝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们。毕竟出道之初的黑海事件依旧历历在目，彼时的少女时代有着充足的时间去扭转大众的评价和印象，而如今这样的退路已然不在。偶像市场就像一块蛋糕，三足鼎立的三大公司和很多中小型娱乐公司挤破头都想尽可能的得到份额，而蛋糕的大小始终不会变。于是早年间各种各样的出圈营销手段轮番上演，但效果往往不总会如人所愿，其中的风险和成本就足够令一部分人望而却步。家大业大的娱乐公司更是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落入一步错步步错的尴尬境地。少了公司全心全力的支援，少女时代当初的粉丝也早已过了疯狂追星的年纪，还能有多少人愿意为当年的情怀买单？而关乎组合长足发展的圈粉问题同样棘手，他们靠什么留住过往的粉丝，或者说靠什么吸引更多的粉丝？这些都是摆在回归路上的现实问题。SM 如今力捧的女团是 Red Velvet 和新女团 aespa， 一旦回归少女时代，那么必然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即便公司愿意投入产出比仍是个未知。SM 是韩国业内顶尖的娱乐公司，绝无可能打无准备的仗，所以少女时代的回归站在这个角度也就无从谈起。오, 그러니까 안돼 우유. 아야. 됐어. 됐어. 야, 됐어. 2. 团员的个人发展。阔别舞台5年，少女时代的成员如今都已经有了各自的发展。Tiffany、徐珠贤、崔秀英选择不再续约，而其他的成员要么开启全能 solo 的模式，要么走上了演员的道路。总之，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尽管粉丝们对于女帝回归的意愿尤为强烈，但队员各自的工作安排却是极难克服的问题。而队员本人对于合体的意愿也同样重要。比如泰妍作为强势的 solo 歌手，每首歌都有着自己鲜明的风格，并且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和评价。而回归团体发展，为了平衡，注定要磨灭个体的优势和个性。那么试想，事业发展蒸蒸日上的泰妍，真的愿意再次回归团体吗？再说阔别舞台许久的 Sunny 和金孝元，自从停止组合活动之后，就开始到处旅游，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享受出道以来久违的平静。他们愿意放弃自己这样舒心的生活，重新回到舆论中心，活在风口浪尖吗？队内门面林允儿近2年在演艺之路的发展更是顺风顺水，甚至被提名了韩国最具影响力的青龙影后，打磨演技，冲击巅峰的关键时期。如果贸然分出精力准备回归，必然将会面对进退两难的局面。这样的牺牲对于林允儿来说，是否真的值得呢？ 엄마 이번에도 나 두고 떠나기만 해봐. 또 나만 먼저 놔두고 먼저 가기만 해봐. 이번에 진짜 용서 안 해. 용서 못해. 要知道，回归不仅仅意味着一起站上舞台，他们的成绩已经站在女团的巅峰。重新回归意味着放下自己所有过往的成绩，从一张白纸重新开始打拼。这需要少女时代的成員拿出十足的勇气，才能面对回归后的是是非非。3. 偶像年龄限制。 안녕하세요. 지금도 막내, 앞으로도 막내, 영원히 소녀시대 막내 서연입니다. 소녀시대 언니들이 누구보다도 사랑하는 저에게 참 신경 쓰이는 언니 한 분이 생겼대요. 그분은 요즘 자꾸 소녀답지 않은 행보를 보여서 저의 마음을 아프게 하고 있어요. 누구야? 우리 그분이야. 很多偶像最终都会转向演员，殊途同归的根本原因不仅是市场的需求，更是偶像自身的选择。有一个很重要且无法抗拒避免的关键因素，那就是年龄。一些 idol 从10几岁就开始了高压的训练，这样的训练对于艺人的膝盖、腰背都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更不要提整天踩着恨天高起舞的女团成员，日积月累对脚踝的影响也是非常人能够想象得到。如果身体的病痛可以克服，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各项身体指标都会退化。
划，这一点着实令人无可奈何。毕竟没有人能够违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说回少女时代的各位漂亮姐姐，目前年纪最小的徐珠贤也已经超过了30岁。出于健康考虑，她们的身体已经不适合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了。如果强行训练的话，势必对她们今后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和伤害。相信作为粉丝，也不希望看到自家姐姐浑身伤痕。其次，年龄不仅是自身发展的一个约束，更是市场选择的准则。无论何时，粉丝永远会更倾向于年轻的爱豆。资本也发现了这样的趋势，于是大量推出年轻化的偶像团体，以迎合市场所需。而不得不客观面对的是，目前的少女时代已经没有年龄方面的优势。与其为了一句情怀将他们强行聚在一起，不如让他们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好好享受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鉴于以上3大隐忧，少女时代的回归需要多方的权衡考量，摆在回归面前的现实问题也是颇为棘手。虽然粉丝们热切的希望团员们可以再次合体出现在舞台上，但目前看来这样的概率十分渺茫。14年的情谊，从来回3次的黑海事件到如今韩国的第2名片，少女时代成员们一路扶持的情谊定然异常深厚。虽然漂亮姐姐们不能在舞台上相见，但完全可以私下联络感情。就让我们祝少女时代的每个姐姐都能走上花路，无论台前还是幕后，都能拥抱她们想要的人生。你希望少女时代回归吗？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理性交流分享。感谢收看本期5挤6兽 TV 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